去年的 KD17是我年度榜单当中的一员猛将，今年有不少关注我的兄弟想让我给他们推荐一些脚感比较出色的鞋款，我都会首推 KD17。其他还有一些兄弟不知道自己究竟适合什么鞋款的，我的首推也是 KD17。这就是一双适合各种打法、普适性非常强的鞋款，不管什么打法，不管打哪一个位置，选择 KD17都不会出错。但是这双鞋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缺点，就是它的后跟锁定并不是特别出色。而在今年 KD18来了，它使用了跟 KD17相同的平台、相同的中底配置、相同的大底纹路，只是在鞋面方面做出了改变。我对于这种小改款的做法其实是不反感的。如果真的想不出新款应该怎样去做出创新，那在原有的基础上去进行升级，去改进原有的一些小问题，把上一代做得更加出色，这并不是坏事，对吧？这也是亚瑟士这几年一直在做的事情，这一点我觉得没啥好喷的。与其想着花样做创新，结果做出一坨大便，还不如就这样，不如老老实实的做一些小改动、小迭代来的实在。这一次的 KD18在中底以及大底方面跟 KD17完全没有区别，相同的配置，相同的外观，所以有关 KD17中底和外底所有的优缺点，它全都继承了下来。当然，如果穿过 KD17的兄弟们应该也都知道， KD17最为出色的地方就是它的中底，前掌 Zoom 后掌 L-Sole 的搭配组合，在这一双鞋身上的表现非常出色，脚感优秀，并且前掌的大面积 Zoom 让它拥有了非常拔群的前掌反馈，在发力蹬地的时候完全不会有任何的泄力感，再搭配上前掌的板材，在突破的时候前掌甚至能提供给我们一定的推进感，表现非常棒。并且不管是在正常跑动还是在蓄力起跳的时候，它的中底过渡也都非常丝滑，不会有任何的断层感，力传导非常顺，即使是缓震也完全没有问题。我180斤的体重，在单纯使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震脚感。这一双鞋的中底真的非常的全面，几乎没有短板，反应性优秀，场地感出色，而且它的缓震表现也同样非常棒。如果一定要在这一双鞋的中底上面挑出一些毛病来的话，那可能场地感并不是特别出色，以及后掌配置较低，就是它中底唯二的两个缺点了。确实它的中底重心并不算低，不算贴地，会更加像是一双团队鞋的中底高度。如果你要追求的是保底快靴，那这一双鞋一定不会是你想要的。而至于它后跟的 L-Sole， 如果能够换成 Zoom 那肯定会更好。但是现在的 L-Sole 在体验下来，其实表现也并不差，甚至是非常棒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改不改也都无所谓。至于它的稳定性，表现也完全没有问题。虽然重心并不算低，但是好在它的大底足够的宽大，足够的平整，并且在前掌也做出了明显的外扩，所以在穿它打球的时候脚底下还是挺放心的，并不会有什么不稳定的感觉。当然 KD18的整体强度也依旧在线，在我最近这一段时间穿着下来它完全没有出现任何强度方面的衰减，不管做什么动作，脚底下的球鞋都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形变，不管你多大体重，不管你打什么强度的球局，选择这一双鞋都没有问题。而这一双 KD18 相比上一代的 KD17， 不管是它提升的点还是它下降的点，其实都集中在它的鞋面上。相信看过我 KD17 视频的兄弟们应该也都知道， KD17 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棒，非常均衡，除了后跟锁定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之外，几乎找不出其他的问题。而 KD18 通过增加鞋面的内部填充，很好的解决了上一代后跟锁定不足的这个问题，并且也把上一代身上略显鸡肋的那个鞋舌上的气泡装饰给去掉了，对于球鞋的后跟锁定也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加强效果，起码不会有像上一代身上那种鞋带拉不紧的感觉了。而且大家也都可以看到 KD18 在球鞋侧面做出了非常大面积的皮质以及软质 TPU 材料的侧墙加固，让球鞋的侧向支撑以及中段的包裹锁定更进一步。在做一些侧向蹬地动作的时候，鞋身的姿态会更加的从容。对于做侧步动作比较多的兄弟们来说，这绝对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升级，鞋面的强度以及整一双鞋的侧向支撑都会比上一代更加出色。但是就是因为侧面的补强材料以及鞋面填充的增加，导致它相比上一代出现了两个退步。第一个就是整体的重量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上升，单支42.5码的重量在415克左右，对于一双更加偏向于外线的鞋款来说，这样的重量表现确实可以算是一个不小的槽点。还有一个退步就是它的透气性进一步
下降了。虽然 KD17 的透气性也算不上特别出色，但是 KD18 的内部填充会明显要更加的厚实，自然穿上脚之后也就会更热。一场球下来，鞋内都是湿的，在夏天穿一定会非常捂脚。在意透气性的兄弟们一定要慎选，好吧？那关于这一双鞋其实能说的并不是特别多，毕竟它就是一个 KD17 的升级版本。虽然它相比上一代在重量以及透气性方面是有所下降的，但是总体体验下来，它依旧是一双非常不错的实战好鞋。KD18 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A+。虽然这一双鞋没有帅气的外观，没有豪华的配置，但是它依旧是一双顶级的团队鞋款。不管你打什么位置，不管你对于球鞋有哪些要求，选择它你都不会失望。这就是一双非常万金油的鞋款，适配人群非常广，跑动感受出色，中底反馈优秀，整体强度也没有任何问题，并且相比上一代它还有了更好的包裹锁定。如果你想不好究竟要买什么鞋款，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选择什么类型的球鞋，那 KD18 依旧会是我非常推荐你们去进行购买的一个鞋款。当然现在它的价格相比 KD17 还是会要高不少的，毕竟才刚出来不久嘛，对吧？那等未来什么时候它的价格如果跟 KD17 之间的价格差只有100左右，甚至是几十块的时候，那大家到时候无脑选择 KD18 就行了。虽然它更重了，也更闷了，但是它的整体体验确实会比 KD17 更加出色。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找到我，记得要点击关注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